这绝对是华语动作片中最抗揍的一位反派。导火线的这场最终 BOSS 战，动作真是过瘾，足以被载入影史。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托尼不待马军喘息，再度急冲而上，跃步起左腿正蹬，在被马军向一侧避开后，托尼紧跟着出了一记杂肘，但因动作幅度太大被抓住破绽。马军立刻俯身下前抱摔，以过肩摔将其摔翻在地，随后抓住机会对其使出连续摔头。托尼防摔能力一般，连吃了几摔，此处为硬化的水泥地，连续的摔击对托尼体力消耗很大。马军通过跳步调整呼吸，放松肌肉，在托尼喘息之际快步奔来，出腿前踢。托尼快速起身架臂，在马军紧跟的拳腿连击下勉力取臂招架。马军在挥出一记右摆拳后，立刻接转身后摆腿，这一腿力道很大，登势破开托尼防守。托尼踢出一记高扫，但被马军轻松后仰闪避，紧接着还了一记低扫腿，二人互拼拳法，采用1换1的搏命打法。马军在连续直拳压制后，以一记大力的平勾拳爆头，在托尼踉跄后退之际，迅速跟上使出凌空3连飞踢，登时将托尼踢退数米。托尼稍作调整反攻而来，但此刻拳腿招式有些凌乱，马军在闪避之际抓住破绽，以一记卸夹将托尼拧倒。卸夹是一种柔术中的舍身技，是以双腿夹住对手上半身并使其后倒，因为极易扭伤膝关节，属于禁止技。在托尼倒地的一瞬，马军立刻翻转至上位，迅速将托尼右腿擒至自己双腿中间，顺势后倒并使力夹紧。马军成功施展出西十字固。西十字固是柔术中的代表性招式，一旦成型，对手的膝盖将被折断，但此处马军的臀部没有压紧托尼髋部，这给了其一定的腿部活动空间，所以西十字固未能将其降服。马军见状立刻转了一记足跟钩，这同样是柔术中的经典杀招。足跟钩主要通过扭曲对手脚后跟来对其脚踝和膝盖造成伤害，明显要比其他降服技危险，但在实战中却很少有人受伤，因为没有人会选择硬靠。足跟钩一旦形成必会认输，但此处因为托尼穿着皮靴的缘故，马军的足跟钩没有做到位，并未对其造成太大伤害。托尼迅速抽左腿猛蹬马军大腿，挣脱了其地面控制，随后立刻跃步上前，以右手摆拳抡击。马军立刻俯身下前，在避开摆拳的同时快速近身搂抱，以一招得势背摔将托尼重摔在地。这一招极为凶险，托尼3D 阿虎便是被马军以得势背摔击跑，却不料托尼抗击打能力强悍，竟仍能挣扎起身。马军不待其站稳，立刻飞身上前，跃起以双腿齐紧，将托尼拧翻倒地。怎料托尼皮糙肉厚，竟再度起身并立刻起左腿下劈。马军见状再次使出卸夹，在托尼倒地之际立刻抓其外套，使出了一招衣襟脚。在真实格斗中，长发宽大衣误等极易成为对手控制自己的工具，此处托尼明显吃亏，再以大力掰开马军右腿，托尼立刻俯身砸肘，马军迅速向一侧闪避，并立刻转身拿背，想以裸脚制服托尼。裸脚是从对手背后对其控制并实施绞杀的技术，实用性极强，在综合格斗比赛中很常见。此处马军在拿到托尼后背后，以左臂对其箍紧，同时右手扣住其后脑，对托尼使出了裸脚。但马军在裸脚前并未对托尼形成控制。柔术中任何降服动作在成型之前都有逃脱的机会，所以控制很重要。通常在做背后裸脚之前，都要充分控制对手，如用腿部进行3角控制，以防止对手逃脱。托尼本就天生神力，在双腿蹬地后蓄力拧转，挣脱了马军的裸脚。而在其逃脱的一瞬，马军再次抓住其外套并将其头部蒙住，随后连续出拳打破。托尼又吃了穿衣服的亏，在接了2记砸肘后，马军立刻转身以一记过背摔将托尼摔翻在地。你完蛋了，托尼！学徒以为电影的这句台词有更深层次的含义，此处的托尼暗指泰国动作影星托尼贾。在导火线上映前，以托尼贾为代表的泰拳电影横空出世，一时间风靡全球。当时国际上有种说法，中国动作片已经过时，泰国动作片将会取而代之。导火线的出现是对其最有力的回击。中国动作片不仅擅长传统武术，甚至连超前的 MMA 也能拍出神作。甄子丹实现了对托尼贾电影的超越。托尼勉力起身，但已无再战之力，胜负已十分明显。马军勾拳和摆拳组合，连续命中托尼头部，再以一记大力的右手重板将托尼击退后，马军立刻跟上垫步起左腿侧踹，托尼当时被踢飞，撞击在水泥柱上，已是惨败的局面。但此处托尼却露出了笑容。此处有很多人不解，托尼为什么会笑？学徒以为托尼的笑是苦笑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他早已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。
大哥三弟相继死于马军之手，最终自己也没能幸免。这未尝不是造化弄人，但下一秒托尼却起身逃跑。他又为什么要逃？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，这是他唯一的牵挂。自己一旦被抓，母亲将无人照顾，可怜可叹可悲。马军并没有给托尼逃跑的机会，快步追赶，飞身以双腿齐颈将托尼压倒在地，之后立刻拧转拿背，再次使出裸脚。此处马军双脚搭扣控制住了托尼的腰胯，裸脚成型。此时的托尼已无反击之力，裸脚一旦成型，正常人10秒左右便会晕厥，但托尼并没有死，而是被马军带回了警局。经典永不过时，导火线的解说就到这里。这部电影文戏一般，武戏封神，喜欢 MMA 的朋友建议多刷几遍。